单身30年的小老鼠杰瑞洗完澡就赤身裸体躺进一张豪华大床上，准备睡个回笼觉。可突然，一根直径6.66毫米的大铁钉破墙而入，杰瑞吓得三魂丢了七魄。随后2根、3根接二连三的钉子险些要了鼠命。杰瑞二话不说，光溜着身子撒腿就跑。然而钉子却像长了眼睛，在他身后穷追不舍，每次仅差0.01毫米。原来是屋外的二傻正在用射钉枪搞装修。狭窄的走道里，杰瑞抱头鼠窜，身后的钉子更是穷追不舍。然而一根大钉子拦住了他的去路，随后就是啪啪几根钉子，将他牢牢控制在钉子的缝隙中，无法动弹。眼看着鼠命不保，最后一根钉子破墙而入，杰瑞两眼一闭，索性认命。然而钉子却停在了前面，原来气枪坏了。二傻拿起30米长的昊天锤准备敲进去，关键之时，大傻进来让他出去搭把手。就这样，杰瑞捡回一条鼠命。听说打出左边表情的将来是富翁，打出右边表情的将来是帅哥美女，那我这个算什么？然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但老鼠当天就把仇给报了。趁着这俩二货搬鱼缸时，他偷摸着躲到玻璃瓶后，大傻一扭头却看到一张驴脸，吓得喊出杀猪般的猪叫。二傻小脸则被吓得花容失色，两人一起栽进脸盆里，一路乘风破浪，穿过了高山流水，也穿过了小桥人家，在千里之外的冰面停下脚步。然而下一秒，冰面突然断裂，两人沉入热气腾腾的水池中，免费洗了个零下100度的热水澡。吃了这么大亏，两兄弟是要给小老鼠点颜色瞧瞧。他们拿出一块82年的新鲜奶酪，小心地切下一块布置陷阱。然而他们却不头不固定，身后整块奶酪被老鼠踩着杂技推走了。待他吃饱喝足后，还顺手摆了个字母 C 送给两人。两人很不甘心，他们在老鼠洞口放上鼠夹和红枣，随后同床共枕，呼呼入睡。胆小如鼠的杰瑞上去就啃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似乎得手了。兄弟俩一早起来查看，瞬间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。一个果核尸体被二傻捡起，他觉得这老鼠的智商绝对在250以上，竟然毫发无伤地吃掉了老鼠夹上的果子。但大傻却毫不在意，该吃吃该喝喝，管他杰瑞还是汤姆，他只想做个安静又帅气的吃货。然而他却从盒子里倒出一只老鼠，两人被吓得大叫，都同时扑上去。大傻的铁头功愣是将扫把都干报废了。气得大傻一把就抢过扫把，是要和杰瑞拼个你死我活。老鼠凭借灵活的走位躲避，眼瞅着就要得手时，他索性直接上手，不曾想小手却被猪队友刚好砸中。大傻当场就和他掐了起来，随后两人在洞口摆上奶酪陷阱，准备回房睡觉。然而房门却被反锁了。面对遍地的老鼠夹，两人只能缩在墙角熬了一夜。此时小老鼠出来了，在他那灵活的走位下，避开了所有的机关陷阱，并顺着抹布爬上桌子，起身一个飞跳抓住灯绳跳到对面。两人都懵逼了，大傻更是震惊地喊出一个字：牛逼！这边老鼠杰瑞如蜘蛛侠般一路极限闯关，爬上一个罐子，随后他一屁股坐下去，一颗樱桃高高飞起，在地上弹跳了2下后，又高速旋转3/724圈后，吧唧一下，成群的老鼠夹向两人扑去，两人抱在一起，在地上一阵翻滚，险些被夹得当场怀孕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杰瑞顶着食物就直接开溜，是可忍，猪可不能忍。大傻彻底怒了，抄起吸尘器就要和他不死不休。老鼠躲进洞内，大傻扑哧一下就对了进去，这吸力如10级大风。杰瑞小手抓着电线，风雨飘摇。然而大傻只觉手中一顿，原来是捅到了下水道上，两人却以为吸到了老鼠，殊不知身后的核弹正在酝酿。杰瑞早已趴在窗户上看热闹，等大傻反应过来时，只听扑哧一声，陈年臭泥将两人崩成了250。为了制服杰瑞，两人来到宠物店，准备找只凶狠的猫来抓老鼠。老板拿出一个锁住铁链的箱子，猫的名字居然叫哥斯拉，脾气相当暴躁，只有用10万伏的高压电才能制服它。然而哥斯拉刚到家，四肢一把穿透木箱，找到老鼠洞，往地上一趴，如乌龟般四肢往里一缩，准备守株待兔，等着老鼠上钩。身高不足2米的老鼠杰瑞发现了自己家门口的箱子，但好奇害死猫，寻思着里面有啥好宝贝，他往箱子里一瞅，却把自己吓了一跳。随着一声怒吼，哥斯拉破箱而出，老鼠杰瑞抱头鼠窜，哥斯拉则紧随其后。杰瑞在地毯下和他玩起躲猫猫，该拆的不该拆的，可是一样都没放过。最后两家伙还跑到钢琴里大战500回合，直打得地动山摇。面对实力强大的哥斯拉，拥有250智商的杰瑞采用智取，成功引诱他踩中陷阱，迈上了尼古拉斯赵斯的步伐。老鼠一溜烟就钻进柜子，哥斯拉紧随其后，然而绳子却突然被咬断。一代战神哥斯拉就此陨落，无奈哥俩只能花6块6的巨款，请来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灭鼠专家。他曾经创下了灭鼠的世界纪录，拥有一人单挑2万只老鼠的战绩，不仅人帅还相当机灵，凡是见过他的小伙伴都会喊他一声靓仔。要说靓仔不愧是专家，他穿戴装备探测着老鼠的指纹，却在地上有了新的发现。他夹起一颗老鼠屎，放在鼻子上一闻，这味道有点上头呀，绝对是公的。随后他再夹起一颗，看它的形状可判断身高不足2米，最后夹起第3颗，吧唧一声就扔入嘴中咀嚼起来。嘎嘣脆鸡肉味，它似乎还有点缺钙。这一幕把老鼠都看懵
懵逼了，表情像极了你手机里第14个表情包。靓仔作为灭鼠界的卧龙凤雏，他把摄像头伸进鼠洞，搜寻老鼠的踪迹。殊不知智商250的杰瑞偷偷将探测头缠在车子上，待他发现时，早已为时已晚。老鼠踩下开关，随着滚轮的高速转动，靓仔一路过5关斩6将，头盔化为推土机。哎呦我去！从2楼愣是推到1楼，最后来到车子面前。靓仔此刻脑袋都嗡嗡的，整个人都懵逼了。而老鼠却是很懂礼貌，第一次见面就送颗他最爱的礼物，估摸着他就好这一口，把靓仔激动的都哭了。大傻看到满屋一片狼藉，看来这战况相当的惨烈啊！专家不愧是专家。两人正在感慨时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声响，两人上来查看，却看到了一个会移动的汉堡，拿起平底锅玩命一拍。两人瞬间化身白面公主，这下大哥彻底怒了，连烟囱都无法阻止他弄死老鼠的心。然而他的啤酒肚却被卡住了。二傻找来手电筒照明，却没电了。懂事的老鼠给他送来火柴，并顺手打开了煤气阀门。这边二傻发现了地上的火柴，想也没想就点燃了火柴，不曾想煤气被瞬间引爆，大傻也变成了烟花，一飞冲天，伴随着杀猪般的惨叫掉入冰窟窿，坐在浴缸内和纸片美人唱着你是风儿我是傻。而二傻也是点背到家了，刚想站起身来，身后的柜子直接一个倒扣，将他白嫩小手都砸变形了，痛感直冲他的天灵盖，30年的便秘都瞬间通畅了，裤子都拉了满满一兜。大傻回到家后，两个难兄难弟用手语描述着各自的遭遇。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？大傻气的拿起 F686就要和老鼠拼命，发现老鼠就是砰砰一阵喷，看到老鼠钻进地板，大傻赶紧用枪口堵住洞口，不曾想下面是一罐瓦斯，大傻一扣动扳机，瞬间原地爆炸，威力堪比核弹。两人摔在地上，价值千万的别墅被折腾成危房，哥俩瞬间翻脸，互相指责对方智商是250，还发生内讧。二傻拿起一个橘子就砸了过去，大傻一个闪身，却把身后看热闹的杰瑞砸晕，哪里？摔了个四仰八叉。此刻两人却不忍痛下杀手，用木箱将他邮寄出去自生自灭。然而快递员却发现重量有问题，又给退了回去。当大傻发现破损的箱子时，都险些吓尿了。这回哥俩彻底认命了，既然无法反抗，那就闭着眼享受吧。最后兄弟俩开了个食品加工厂，杰瑞当上了首席质检员，味道好不好他说了算。至此电影结束。